搬来宜兰这么久了，虽然我住在宜兰的比较偏僻的地方，靠近海边，从我这边到罗东和宜兰大概都需要，罗东要更久，宜兰大概15分钟，宜兰市区，然后如果到罗东的话，可能是20分钟左右开车哈。但是因为从这边因为已经很靠近这个海边了，所以一路上开到宜兰或者是罗东，其实车子都很顺，没有什么，你就基本上除了速线之外，你就是维持了一定的前进，很快就可以到。而且沿着海边开车一向都是很舒服的事情。要小心的就是会有大卡车哈，大卡车这阵子出了很多事情嘛，那车祸的事情。反正你如果是开在大卡车的后方，不要太近；开在大卡车的前方，你在停红灯的时候，你要注意看后面的大卡车有没有刹得住车子哦，自己要随机应变。呃，填土知道有道理，海恩哈，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前阵子讲了不少的，好像都在讲酒的东西吧。那我今天简单的谈一些有关于我在这边3年以来，吃的我觉得蛮好吃的小东西、小店。好，因为大的店，你各位如果上 Google Map 或者是你去查一些什么旅游的攻略啊，他们都会跟你讲了。像我就不可能跟你讲说你去长隆的那个什么凤凰酒店去吃那个樱桃鸭，因为对我来讲那个不用我讲，你们自己去吃就好了。好不好吃啊？很抱歉我没有吃过，因为那一个人很难，我没办法去那个地方吃哦。不过烤鸭就是烤鸭嘛，好吃的烤鸭也不是没有吃过，所以对这一点我并不会觉得说特别遗憾哦。然后至于这边的一些什么铁板烧啊，或者是一些其他比较著名的小吃，在我还没有搬到宜兰来之前呢，其实我都吃过了，因为那时候常跑这边，然后不然就跑到苏澳那边去吃那个南方澳那边去吃海产。那边有一间海产讲摊也对哈，是我非常推荐的一间店。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吃了，但是他如果还在，因为应该还在了，因为老板其实年纪不会很大哦。那他的特别点在哪里？等到以后我过一阵子有时间过去吃，然后确认一下品质没什么大的变化，我再来跟大家提。因为那间店呢，其实蛮适合配葡萄酒或清酒的，虽然说它是一个摊子啊、但是老板有他的一套技术，而且它里面还有，不是除了海鲜之外，它还有其他的东西，比方讲牛排，很有趣哦。一个海餐摊有一个牛排，甚至有伊比利猪，我还听过还有伊比利猪，我都吃过，就觉得蛮好吃的。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谈这个，因为这些东西不用我讲，各位上网查都查得到。我要谈的是，在我身为一个还算懂得吃的一个酒友哦，资深的酒友，胡子都白了。这个胡子是我那个在这边剪头发的那个发型设计师吗？是，但是他是一个年纪跟我差不多的欧吉桑，他帮我剪的，所以我每次这样剪，然后这胡子是上次剃完他没有帮我又长出来，他会帮我修胡子哦，然后这样躺下去，敷热毛巾，很像那种传统的那种小时候认为说是阿公才会去的地方哦，现在都我自己去了，然后帮你弄得很舒服，整个该刮了该剃的都弄好，然后这边也是。这个是在台北剪的发型，然后他会帮我按照原来的发型再把它弄好，而且他那个技术非常纯熟哦。然后在刮胡子时也是用那种刮胡刀这样刮，很舒服。然后上面帮你掏一下耳朵，
整个我现在很能够理解那老年人为什么会常去这样子的理发店去剪头发，然后他的椅子也是让整个可以躺平的那一种，就是很老派的那个。同样的这样的理发厅呢，在台北松山路，松之路上面也有一间三姐妹什么什么的，好像三姐妹吧。各位上网去查一查，它里面也几乎都是老先生去剪头发的。我这样整个弄完了之后，掏完耳朵啊，然后刮胡子啊什么，他会帮我修。他还跟我讲说，叫我胡子这边要留长一点，所以是他帮我留的。这样整个弄好了多少钱呢？包含洗头200块钱。这个是台北设计师先弄好的时候，当然已经很久了啦，所以他只是按照我这个线上去剃而已。200块很便宜啊，咱们这样，而且速度也还蛮快的，而且很舒服，就是那种老派的舒服。在台二线上面的就是大路口旁边的一个理发厅，他们在这边住很久，那个师傅有30几年的经验了，所以其实是很道地哈。会让我每次我去那边剪头发，都会让我联想到那黑帮电影啊，特别是意大利的那个黑帮电影，黑手党啊什么的，他们不是躺在那边，然后拿一个刮胡刀在那边让那个师傅在那边剃嘛。这个那刮胡刀拿那个剃胡刀那种东西在这边剃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有一点点脖子发凉的感觉，但是人家技术都很好啊，所以不用担心。言归正传就是回过头来讲说，这边哪些我觉得还不错的东西，我会讲得很快，然后但是呢，所有的店名我会写在那个不是留言板，就说明栏那个地方，各位再上网去查就可以了。如果听不清楚的话因为我最主要是简单的做一个介绍而已，我没有要谈很深入的东西。因为住在这边久了嘛，所以之前吃过的那些，比如说宜兰的很多炸酱面很有名啊，或是宜兰的那种馄饨，我们叫扁食或馄饨也很有名嘛。基本上很多店都有一定的水准，所以这个大家都不用担心，你也不用特别一定要吃哪一家。像炸酱面就好几家，虽然听说他们是兄弟分家出来开的，但是略有不同，可是口味上呢，并不会差很多，不会差很多。反正各位这个炸酱面这个我就不讲了，馄饨我也不讲了，然后我讲一些比较你如果不是住在这边的人，你比较不会知道了的地方第一个是在慈安路，慈是慈祥的慈，安全的安，慈安路上面呢，那附近有我看了1间、2间、3间，那附近那个大的那一块区块至少有4间店，我是蛮推荐的。5间店我是蛮推荐的慈安路上面资讯都会放在那说明栏。我第一个要推荐的是这个跟好不好吃没有关系我只是按照路那个区域来讲，没有哪一个说是第一名或什么的，因为那个料理那个卖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不必特别去比第一个是那个有一间叫做木兰春生，木是木头的木，兰花的兰，春天的春，生长的生。生长季节那个是木兰春生它是一个老房子，是他们阿公的老房子改建的一个，坦白讲就是有一点台北市的文创的那样子的店，但他们的料理呢，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东西，就卤肉饭啊、青菜啊，还有什么？还有那个在地比较有名的那种春卷啊、肉卷啊、春卷的那些东西很简单，但是他们的特色是在于说，各位一定要喝喝看他们的汤，因为他们的汤是用好像浸泡什么东西的那些，有点像是不是酒粕那样的东西，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去煮的，就是在煮的过程中有加那个东西进去，所以它的汤味道特别的浓这个各
各位可以去试试看。他吃的就是我讲的像卤肉饭啊那种青菜啊，或是就是很典型的那种台湾的小吃摊的那些东西那些料理。然后当然有馄饨汤、鸡汤什么都有。那它特别的点是在于那个汤头的味道，我觉得各位可以去试看。而且它这间店呢，因为装潢的还蛮雅致的哈，也蛮好停车的，所以去那边吃饭的话，如果你在宜兰的时间比较久，比如说住个好几天的话，那个地方可以去吃吃看。好，但是它不是那种我现在讲的都不是那种大型美味这样的东西了，所以各位就是可以去试试看，或者是偶尔你来宜兰呢，你觉得腻了，有些地方可以吃过太多次，那你就可以像这样的地方去品尝美食哦。而且这个好像是姐弟们在一起经营的嘛，所以他们从都市回来，然后阿公的老房子，然后去经营的这样一个餐馆，里面也有咖啡哦，所以如果各位来宜兰的话，你会觉得那我来宜兰吃这个干嘛呢？反正就改变一下心情嘛，去那边吃饭。那这些店呢，开的时间呢，包含这一间店还有其他的店开的时间，一定要看 Google Map 上面的时间，因为他们的时间呢，有时候礼拜一、礼拜二都是休假的哈，有时候不定时休假，所以各位要查清楚再过去。然后再过来呢，在正式进入慈安路呢，还有一间叫做凯玉水饺的，这个凯是有点好像铠甲的铠吧，就不那个玉是一个金字旁的一个玉哈，这店名听起来好像在卖模型的，但是基本上它就是水饺，而且只卖水饺跟酸辣汤而已，就2种。而且他们老板他们就是水饺呢，一份10颗，一定是10颗。你要再多加呢，可以还要再多加10颗，就是说它不是那种6颗哦8颗，然后再多叫个5颗，不是这样的，它就是用10颗为一个单位的。那煮起来一盘。水饺是高丽菜水饺，但是小小的不会很大，所以我一般都吃20颗左右。然后它酸辣汤，它的酸辣汤就是中规中矩哦，比台北的酸辣汤稍微好喝一点。它这间店的重点在哪里呢？这间店的重点在于说它的桌上水饺当然包的蛮好吃的了哈，就是说小小颗的，比较台湾式的水饺，酸辣汤也是一点偏向台式的。但是它的好处在于说呢，它第一个勾芡也不会勾得很浓，然后那个水饺呢，就是你一定要等啊，你等不了10分钟的话，你就不适合去那边吃。那你等了在那边等水饺煮过来上来的过程呢，你可以先用小碟子去调配那个酱汁嘛，蘸酱。这间店最重要的特色，我觉得是它很肯给你蒜头。我讲的蒜头不是一颗一颗你要自己去剥，而是它都已经剥好，然后剁小小颗的这样。它有在那个酱料碟那边，每个桌子上有，它就会有一个碗，一个钢碗，里面就放满了这些已经剁好的蒜头。其实同样在宜兰还有另外一间水饺店也是这样子，应该讲搞不好别的店也是这样，我不晓得，这可能是宜兰的特色。但是这间店就是我习惯去这间店吃，它那个水饺真的那个蒜头这样剁着哦，真的蒜头吃不用钱的，所以我觉得通常都是拿一堆蒜头，然后我的习惯是再淋一点麻油，然后再淋白醋，我喜欢用白醋米醋白醋，再加一点点酱油，有点像在吃那种小笼包的那种感觉，但是因为我喜欢吃酸的东西所以这样弄起来，然后加上那蒜头。基本上呢，就是一颗水饺，其实我就配一匙的蒜头在吃的，所以那个不适合约会了。就是说，你如果自己要去享受，或者全家人那种很熟的可以，然后这样吃，它的水饺配上它的这个蒜头蘸酱什么的，其实非常非常搭。你千万不要吝啬配那个蒜头，因为水饺配蒜头真的很好吃啊。然后那酸辣汤的部分呢，你自己再加一点香油，加一点点白醋。
白醋乌醋随便你选了，我是习惯加白醋，然后还有另外一种辣椒酱、辣椒油，然后稍微调一下，这样吃起来就很舒服了，而且价格不贵哈。这间水饺我还蛮推荐的，就是怎么讲呢？我不会说它是一个非常好吃的水饺，但是它这样吃起来，那个是在地人才去吃的，你这样吃起来，你就会觉得很满足，很满足，真的很满足，有一点家的味道的那种水饺，但是，你又不用自己在家里洗碗哈。水饺在延伸还有一间叫做什么眷村口吧，好像眷村味还是眷村口水饺，那一家的水饺呢就很典型的那种中国式的北方的那种水饺，但是呢它的皮不会很厚，所以各位不用担心。那一家的水饺如果单论水饺的话呢，它应该比凯玉还要再好一些，也比较大颗。但是呢，我觉得两个吃起来的风味是不一样的。我个人是，如果喜欢比较那种中国大陆口味的话，我会去那边吃。如果是吃台湾的水饺，我会去这个凯玉这边吃。那眷村味各位也可以上网查，它的那个韭菜水饺还蛮好吃的。然后眷村味另外一个特色是它的很多小菜还蛮好吃的，比如说他们的那种呃宜兰的豆皮就是那种豆皮，通常都是烟熏的，通常这宜兰的特色，烟熏的豆皮很好吃，然后加一点香菜那眷村味那一间呢，还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小菜，就是那种叫做猪脸夹肉吧，那个只有在晚上才会有，你如果中午下午去没有，那个要到5、6点才会有，那个东西非常好吃，真的非常好吃，它的那个猪脸夹肉那个用剥下来的，所以每个都很软嫩多汁，又不会硬，它就是吃起来也不会柴也不会硬，然后吃起来里面就是软嫩多汁就对，而且台湾的猪好吃嘛，然后这个时候它中间还有那个他们自己做的类似那个肉圆霸丸的那种粉红色的那种酱就沾这样吃，或是你也可以弄点辣椒酱来配着吃，非常好吃。那只有晚上才会有。在那个凯玉水饺再过去一点呢，有一间是年轻人回乡开的店，跟木兰春生差不多。那间店呢是牛肉面店，它有清炖牛肉面，有红烧牛肉面，然后也有干面嘛，干的反正都跟牛肉有关。然后有一个比较特殊是鸡肉，有关鸡肉的那个鸡汤的那样的，他们去熬的那个鸡汤的那个面，或者是你单纯点那个汤来喝也都可以。这家店叫做台湾话我们用闽南语来讲，叫做假米林汤你如果懂闽南语就知道假米林汤的就是吃面喝汤的意思可是它不太好找，因为那个假这个字呢，其实你用注音，你如果假是闽南语，但是他是把它写成中文嘛，国字嘛，那你要怎么去查？第一个你可以查凯玉水饺了我都会附在那个说明栏那个他那个一个口一个甲那个其实发音是虾子的虾，所以你要上 Google 去查到，应该查虾面我忘记他怎么去拼的，反正那个字就是你如果用闽南语那种拼法，你查不到这个地址。我可以跟各位同讲，第一个是虾一个口一个甲乙丙丁的甲，反正下面甲民林汤就对了。你看他们这么坚持用这种在地化的这个语词，也表示这是第一个有点文青了，第二个是文青也不是都不好他们做事我觉得一板一眼的那种有一点日本职人的那种感觉。虽然他们还很年轻，但这间店我蛮喜欢去吃的。其实我刚搬来到现在应该吃过30次以上有了吧，很好吃。这间店的面好吃，小菜也好吃，然后它的辣椒那个中国北方式那种辣椒那个炒辣椒那种的也很好吃，辣椒油。
整个配起来，然后喝一碗汤，你可以吃得出他们花了功夫在里面哈，那个肉也非常的嫩，很好吃就对了。这间店是我认为宜兰的牛肉面的后起之秀哦，而且它场地又很干净，非常干净，看起来。我用一个形容词来讲，用他们写在墙壁上，就是外面的墙壁上面的一段话来讲好了。他说：本店呢，我记得是本店不是咖啡馆哦，各位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店给人从外面给人家的感觉是什么样。然后下面林汤，假面林汤在慈安路再过来一点呢，左边的地方有一间叫做好像慈安路臭豆腐吧，这间臭豆腐蛮好吃的，哦，有点港式臭豆腐，就一个方方，然后中间会戳一个洞的那种的。然后另外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叫做煎豆腐吧，就是有一点把臭豆腐拿去煎的那种感觉哦。这个我个人也蛮推荐的，臭豆腐也好吃，它的泡菜也做得好。然后另外就是他们的那个面线啊，大肠面线也做得很好吃。整体而言，就是它有一定的水准哦，但是你犯不着从台北开过来特别要吃这个啦，没有必要。但是如果你有来，然后经过的时候可以去吃，蛮好吃的一个有水准之上的一个臭豆腐店。另外还有一间我觉得更好的臭豆腐店呢，留在下一集我再来讲，因为我先讲宜兰这一区的。然后这间店呢，干干净净的，这个我不会讲它是文青的店，因为它就路边的，不是摊子啊，但是一个小店面这样。然后真正的在炸豆腐了，其实不是老先生咯，是一个大概30几岁的一个青年吼，但是做起来动作炸豆腐啊什么那些有没有都是很按照一个步骤来做的，所以怎么讲呢？臭豆腐虽然是一个传统的食物美食，可是它是按部就班来做的，所以你吃你不太，我自己讲的这几间店，你都不用太担心它的美味安全性的问题、食安的问题。台湾跟中国是不一样的国家啊，完全我们对这种要求水准不一样，依然会让我觉得有一点像是花莲跟台南的综合体的感觉。我不讲台北，我讲台南。也就是说，他们很多做的东西是很传统的东西啊，很好吃。然后，因为旁边又是山又是海的，就跟花莲有一点像，但是花莲比较美食沙漠嘛，然后这边就是感觉就是好吃的小东西比较多。那我还在强调一次哦，那种比较大型的那种饭店啊、餐厅啊、餐馆，当然也有哦。这个部分各位自己上网去查就好。不过呢，依照我的经验啊，因为雪山隧道刚通的那一年呢，2005年吧，我就已经来宜兰玩了，现在已经20年过去了，所以，很多当时很有名的店呢，我当时候就已经吃过了。那现在有没有改变呢？所以怎么讲呢？生意越来越好了嘛，就跟味道跟我以前吃的就不太一样哦。然后慈安路在沿着臭豆腐再往前面走，有一间很有趣的小店，它叫做吃点小东西吧，还是吃完小东西，吃点小东西，大概就是这样子哦。那个店里面呢，只有4个位置而已。它其实是一个玩具店，但是它白天可能在卖那些很有趣的日本式的玩具，然后它利用那个店门口的一个角，就是做的有一点像是我们在漫画里面看到的日本那种推车拉面的那种摊子一样，但它当然不是摊子，它只是利用一个角，然后它也有板前哦，它就其他座位就是板前有4个位置而已，只有4个位置而已，然后就是那也是板前呐，然后只有 A、B 2个套餐，A 套餐呢，A、B 2个套餐是差在哪里呢？差在你点的那个汤是不一样的，其他都是一样。
卖什么？卖卤肉饭。它的肉是切那个肉丁是切一块一块的，不是那种煮的烂烂的那一种的，所以吃得出那个肥肉的感觉哦。你要敢吃才可以。其实卤到那种程度，吃起来应该是胶质比较多哦。然后上面还会，他会问你要不要那个，他会放一个蛋，煎的蛋，他会现场煎，他会问你要不要熟，跟那个台北那个什么天天利哦，在西门町那个天天利那种类似这样的做法。通常你当然是点半熟蛋啊，你不要点全熟，因为他们都在地的东西，所以安全你不用担心哦。而且你去吃，你看到这个老板啊，就这个年轻人，大概30岁左右吧，也是有一点古板，有一点严肃的那种型的，所以我相信他对食材的挑选都是很严格的哦。但所以那个你点了，不管 A3 B3，差的是那个汤而已哦。他会来一碗卤肉饭，上面一个蛋，啊，一个蛋，然后那个蛋是荷包蛋嘛，啊，你就点，然后他问你要不要全熟还是半熟，当然是半熟啊，你半熟蛋拿上来之后，稍微让那个蛋黄弄一下，赶快拍照，那个蛋黄就会对，就留在那个慢慢流下来，留在卤肉饭上面，这时候你把蛋把它弄碎呢，搅着那卤肉饭一起吃。然后他还会再附上一碟的小菜，所谓的小菜就是卤味啊，他们自己按照季节有不同的卤味在里面，当然基本上一定会有豆干啊，然后再加上其他东西，小小一碟而已。那个你有需要也可以再额外点，但是那个套餐上会附的。另外它的辣椒酱做的还不错，他们自己做的辣椒酱，所以你可以弄一点很辣哦，要加一点上去这样吃，其实可以改变它的口味。然后至于汤的部分呢，最简单就是蛤蜊汤，不然的话就蛤蜊萝卜汤哦。蛤蜊萝卜汤当然比较贵了哈，但好像差个20块钱吧。这样一个套餐好像是110的样子，然后如果是蛤蜊萝卜就是130，大概是这个价格。那你的蛤蜊一定很新鲜啦，因为宜兰这边吃海鲜真的很新鲜，比去东北角吃还要新鲜哈。因为这边真的是比较实在了哈，比较实在。所以我说有一点像是台南跟花莲的综合体的感觉。那这样吃，坐在那边这样吃，然后大家都不太发出声音，就坐在那边，那就一瞬间有一点像到日本的感觉啊、这个店的那种感觉啊，不是豪华，但是就是干干净净的，然后老板就是专心做他的东西，然后另外那边你可以看到一大堆玩具，那个玩具是在另外一个房子，就是隔着玻璃窗。他如果晚上下午或晚上在弄这个小店的时候，那个玩具店是不开的哈，然后他就在那边弄，就吃个小东西，还吃点小东西，蛮有趣的一间店。那就这两个东西我蛮推荐，如果你到宜兰来，可以特别去吃这间店，因为它真的是要有一些经验才会知道说要去吃这间店啊。因为我一开始以为是玩具店，后来看原来它里面有一个这样板前料理啊，宜兰式的、台湾式的板前料理啊，卤肉饭加蛋，那个卤味小菜哦，再加上这个汤，就这样而已。然后辣椒做的不错，他自己熬的那个辣椒可以买哈。然后吃完了不是吃完了，就是这样慈安路就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呢，如果再走过来，弯道通过一个铁道要右转，然后通过铁道之后呢，有一间叫做1963的卖冰的店，1963哦，这个是那个我前面讲的理发师，那个在地理发师跟我讲的，他说他从小吃到大的。1963，你想看多久？60几年了。所以这间店呢，你如果不注意的话，走过去你大概都不会发现这间店哦。但是这间店历史很悠久，1963啊。然后他们卖的冰是什么呢？有一点点像是基隆庙口的那种泡泡冰、绵绵冰的那种感觉。宜兰讲到宜兰呢，你住久了，或者是你就是常来的话，你就知道宜兰的花生还蛮有名的，
种在沿海的这边这一个区域的那种沙地上面的花生，所以他们的花生做的特别好吃。当然还有那个什么大红豆啊，就是花豆啊，那个不是有没有芋头？好像没有芋头，就花豆啊，还有凤梨啊，因为这边也很多凤梨，还有桂圆。哦，我最推荐的是他们的那个花生饼啊，那个花豆哦，所谓的大红豆也蛮好吃的，可是因为它里面有放奶，所以我比较不敢吃。那个花生的味道就很浓，然后吃起来比较像是基隆庙口泡泡冰的放到冰箱里的版本那种感觉，就是吃起来没有那么软，但是它也不是硬的，就是说泡泡冰可能就是还要现去搅，对不对？它这边比较像哈根达斯那一桶这样，它是摇起来的，所以那个冰是比较结实的。但是这个冰的味道口味很好，一吃就知道是天然手工去做出来的冰，而且是有历史的冰。这间店夏天的时候我都会特别去买，然后买一些放在冰箱里面，然后这个再拿出来吃，就是买一盒就可以吃很久。这个冰呢，我个人觉得呢，做的比大家常会去头城吃的那个阿中冰店呢，我觉得1963的冰更好吃。各位可以去试试看，因为阿中感觉好像已经量产化的那种味道，可是1963不是，1963就是很传统的那样子的，很怎么讲，可以吃得出来是他们让自己去弄出来的东西了。然后这间店呢很特殊，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在宜兰其实这个很多店都是你你要查清楚日期再去吃，免得去的时候没有开。那为什么？因为宜兰自从太多人来宜兰玩了之后，他们店呢有时候有些店是礼拜天是不开门的哦，有些店礼拜天不开门，所以你如果是礼拜天来宜兰，他根本没有营业，因为他可能只要赚到礼拜六就好了，因为他礼拜天他也要休息啊，而且礼拜天反正六日人很多了。我自己人在宜兰，我礼拜六、礼拜天通常也都不出门。然后这间店呢，除了说这种也有礼拜几不开门的状况之外呢，他卖冰的嘛，他一年只有做半年左右的，差不多8、9个月左右的生意，就是天气还热的时候，他们都会营业。像现在开始营业，然后好像上个月就开始了吧，然后可能也许到11月、12月可能11月就结束了，所以一年大概有可能休4到5个月不一定哈。然后所谓休什么意思呢？就卖热的吗？不是，他就完全没有开店，就没有营业了。所以有一次我跟那老板娘在聊天，我说你这样，呃，冬天我们都吃不到，冬天很冷啊。我说其实现在台湾冬天没有很冷，然后他说但是他们就已经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了，所以一旦天气变冷了，它可能有一个时节了，比如说冬至啊，或还不到冬至吧，可能立冬他们就不卖了。他们的节气观念其实还蛮重的。那我说，那你们剩下时间在干嘛？没有做生意啊，就可能就出去玩啊，或怎么样的。你看卖冰很好赚，对不对？我看他这样卖的也是轻轻松松，他也没有去打广告，因为会去吃的都是在地的人比较多。好，我也算在地嘛，我是那理发师跟我讲，不然我也不知道这间店。所以1963，其实我还要再讲一些店啊，但是宜兰还有其他的店，像有一间店的意大利面也很好吃，不过就留待下一次再说好了，因为34分钟了，而且前面讲了一堆废话，现在又接到这边来。总而言之呢，宜兰是一个蛮有趣的城市，因为它兼具了这种，我不用时尚来形容，它兼具了古都的那种感觉。哦，它这边也有北门、南门、东门什么那种旧城区这样，然后又有那种到武林农场啊，或到海边啊，就是那种山海都很近的这样子的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县呐，哈，
宜兰的水质又非常好，你如果特别去找的话，其实不用特别去找，去圆山乡啊，去东山乡啊，它很多那个田，现在都还有田哦。或三星乡啊，三星的葱很有名嘛。我之前还是特别有一集在谈三星葱的东西，它那里面的那个灌溉沟渠啊，水稻灌溉沟渠啊，有很多是雪山的水流下来的那个沟渠，或者是他们地底挖，可能那个地下水也是很干净的。所以我曾经在一些，你不要讲水沟，那个叫灌溉水道。为什么？因为它水非常的干净。我曾经在一个地方就是看到里面一颗一颗的蚬，蚬，什么蚬呢？黄金蚬，真的是黄金蚬，就一颗一颗在里面。然后在地人其实会来捞一捞、洗一洗什么，就可以煮汤了，真的很方便啊。那都很早以前的事情，然后不，我以前也有去捞过了。现在自己住在这边，反而比较懒得去捞这些东西。但是水质很好，风土人情，水质很好。然后我刚讲这些，有一些文青，就是年轻人回来开的店，当然也有一些老派的店。我像那些炸酱面啊、扁食啊、馄饨啊那些东西都很老派，或者是台二线上面有很多海产摊，不是只有阿国而已。沿途的海产摊，几乎我每一家都吃过，都还蛮好吃的，所以价格也不贵，所以各位可以去品尝品尝哦。如果不吃那种从那个港口进来的一些鱼类的话呢，吃这附近哦，特别是头城啊、壮尾啊，一路到这个五节这一个地区的海鲜虾子很好吃，但是它的虾子是养殖的，可是每一只都养的这样白白胖，哎，没有白白胖胖，就是胖胖的这样，然后都不会有那种放很多天的那种，所以吃起来那个虾子都咬起来都很有弹性，很甜，很好吃。那个也花不了多少钱，真的比台北吃起来要便宜很多。大概就是这样哈。我还会再做一个下集，然后其实宜兰可以吃的东西还蛮多的，搞不好上中下没关系，反正这是当第一集来讲，各位可以去试试看。那所有的资讯我会放在那个说明栏啊。填土之道有道理啊，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当然，上面讲的这些东西呢，基本上你是不用去喝酒的啦，不用带酒的啦。而且，如果你是从台北哪边开车过来，你也不太适合喝酒，除非你本身是在这边住。但是呢，有一点我要提醒，就是宜兰很大，所以如果你跑到这边来吃，就是海边来吃海鲜的话，你会叫不到计程车，那你要请老板帮你叫，那个计程车来回就比台北还要贵，因为这边毕竟是比较偏僻的地方，不然你就要留一个人不喝酒，要能够开车才可以，不然海产其实配啤酒是很合适的哈。好了，就说到这里了，这个其他的我就分下一集再来说吧，拜拜。